我跟他结婚22年了，给他生了仨闺女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我原本没想跟他离婚，觉得跟他凑合一辈子得了，但现在真凑合不下去了。我俩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还想跟我闹离婚，这不叫人家笑啊？他对我不好，对3个孩子也不好，他赚了钱也不往家里拿，在他眼里他只对他父母好，这样的日子我真是过够了。这回我脾气发大了，他跑回娘家去了，都过这么多天了，事也该过去了，以后我脾气改的还不中。我还剩下些什么？你走了，我该怎么过？哦，这是一个结婚20多年的夫妻，丈夫呼唤妻子说：“你快回来啊！”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刘先生44岁，来自河北建筑工人；女嘉宾朱女士43岁，来自河北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多少年？结婚20多年了。准备离婚啦？嗯，你提出来的？是，给他生了3个娃。生了3个女儿。好啊，3千斤。不好。咋不好啊？在他眼里就不好。生这么多闺女，在农村来说，咋着也得有个小子，咋叫顶门立户啊？没有小子，别人就看不起你。哦，这事儿怪谁呀？那他没生出来，那指定就是毛病呗。怪谁呀？他。怪谁？他。怪你。那不能怪我。生男生女由男的决定，知道不？以前没听说过吧？现在也是头回听说。啊，那是你孤陋寡闻了。给生了3个闺女。嗯。老大多大了？老大20周岁，上大2了。都大2了，老二呢？老二今年高考。哦，成绩怎么样？成绩还行。老3呢？老3刚3周岁多。你真是就不生个儿子不罢休是吧？我生老3的时候都40多岁了。我生了闺女，她对我也不好嘛，农活啥都我干，她出去打工啊，她也不咋给我钱花，我还要自个儿赚点钱。为什么人家给你生仨闺女不给人钱呢？那他不是不给呀，那钱挣了那指定得给他呀。1年打工能挣多少钱呢？家里头我还有父母，都上岁数了，有病，需要钱。我们结了婚以后才盖的房，那哪有钱呢？所以说拉着饥荒慢慢还呗。啊，行吧，还想要儿子不？他的思想他就是还想要。现在还想要不？如果能生的话，要一个最好。还想要啊？啊？你大哥家有孩子吗？男孩？他有一个男孩。啊，那不就行了吗？那他在唐山。哦，父母跟你们在一起住？跟我们在一起住。谁照顾父母呢？我照顾，他不照顾。他总嫌我不孝顺，跟我生气嘛，说我不照顾父母。我不照顾父母也有原因呢。我生大女儿的时候，别人家生孩子都高高兴兴的。我生完大女儿一出生，他们一看是闺女嘛，爷爷不瞅，奶奶不看，爸爸也不抱。那阵我不是年轻吗？我抱啥？我不会抱啊。老2你抱没抱？老2抱着呀。老3抱没抱？老3也抱着呀。行。年轻也不是借口，谁家生孩子不抱？我还比你小呢，我还不会抱呢，都让我一个人带。然后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，也不好好伺候我。刚10多天的时候就让我做饭，和我生气，我气得抱着孩子回娘家了。坐月子有回娘家的吗？然后生第2个女儿的时候吧，在医院，第3天她一看是闺女嘛，更没人看，就让我回家吧。别人在医院都住7天嘛，他说回家吧，回家输液也一样，就是因为生的是闺女嘛。然后生完第2个闺女以后嘛，态度越来越不好。生完第1个学会抽烟了，生完第2个又学会喝酒了。生完第3个呢？
生完第3个，生第3个的时候更惨。啊。坐月子的时候，有一回他让我大闺女刷碗，我大闺女有点事儿嘛，我闺女说，我等一会儿吧。他就说孩子态度不好，那时候都17、18了嘛，上去揪着头发就打。我就劝他，我说你别打了，别人看着还不笑话，都认为你是嫌我生的都是闺女。可是他不听，他说你要是再拉着，我连你一块儿打。哎，个臭家伙呀！然后我生完3个闺女嘛，他挣钱也不咋给我花，我就想办法自个儿挣点钱。我想让我3个闺女，我也都培养成才。我也不会啥手艺，去给人打小工也不可能，因为3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。那你靠啥挣钱啊？我都想跟人借了点钱，学了学照相，学了学理发，学了学化妆，然后开了一个小店儿，小店也不大，我每天都带着孩子去店里，还要照顾着儿子，老大上高中嘛，1个月也挣不多少钱，刚够我们娘几个买菜。他都不管啊？那几年我父母正好有病，花钱特别多。那你老婆孩子你也得管呀？那父母也得花钱呢，你不能说不管父母，年纪了咱们这不给看病啊。那你孩子也不能生了不给吃饭呢。那咱们家出这点粮食，他就可以能养活了啊。他说他挣的钱少，顾不过来嘛。然后前年我大女儿考大学了嘛，考大学了，我说你找点学费吧，我挣的钱也没攒下。他就说没有，我们2个就吵，结果吵了多少天，孩子也是跟着挺伤心的。一个闺女家，其实学校考的不算忒好，我个人认为不上也一样。什么学校考的？她是一个专科。你啥学历啊？我初中没毕业。你初中没毕业，专科学校不好。那这个大学生有的是根本都分配不出去，他哪跟别上来高中毕业那么找个工作，那么打工挣点钱。就像你一样，稀里糊涂过一辈子。你这个当爹的呀！后来这个闺女上学的钱从哪儿来的呀？后来我们吵了多少天，他就给找了几千块钱嘛。都是女儿，我也想让她成才，出去见多识广嘛，比我们2个以后过得好一点。对呀。然后孩子拿着钱就上学去了，挺好。孩子临走的时候跟我说：“妈，我报一个忒远的学校，我以后都不想回家，都不想看见我爸。”重来。我头1年学费你们给我出了，以后我自个儿打工挣钱，我都不回家。现在孩子上大2了吗？这1年的孩子都没跟我要学费，自个儿挣钱打工。我说妈，以后我让你过好日子。我供我小妹上学，我妈挣钱就孝顺我爷爷奶奶，我挣钱以后养着你们。我的闺女多懂事啊，闺女咋比儿子差？确实不比儿子差，现在不是已经想清楚要跟他离婚了吗？是吧？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后来他越来越过分，嫌我不孝顺，骂我是最坏的儿子媳妇儿。那本来就是嘛，我爸得脑瘤，出过车祸，把脊椎骨都压折了，但是他一回都没上医院去。你做儿子媳妇的，这我们庄最嘎咕的儿子媳妇是最坏的。他没有不这样的不看公公婆婆的，他一回都没去。你问他去了没有？我因为啥不去？家里的活我干，地里的活我干，我还带着孩子去挣钱去，我多不容易，我多苦啊！你都不体谅我一点儿。我去到我婆婆那边，他们也没有好脸色给我跟孩子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你要离婚是吗？就因为他说你是全庄最坏的儿媳妇，所以你要离婚是吗？哎呀，最近他越来越过分了。怎么了？他也不孝顺我父母啊！我结婚20多年了，我们也没给过钱花，也没照顾过。我弟弟嘛，他上大学以后在外边上班，工作2年，他网恋嘛，搞了一个越南的媳妇儿，
啊，跨国厉害啊！然后呢？然后跟着他媳妇儿去越南那边发展了，然后有孩子了嘛，给我父母也接过去了。我父母跟着他们在那边10多年。啊。他们孩子也大一点了，然后父母也老了，他想家，身体也不好，父母回来了，都生病了啊。最近回来了嘛，我就想多照顾他们一点嘛，这么多年我也没照顾过。照顾不过来了，家里边地里的活干的也少了，他干的多一点，他就不高兴，老找我闹，老找我闹。那天他回家看见我没在家嘛，我在娘家呢，他就进去了，就当着我妈就骂我，然后都给我爸和我妈都气哭了。我妈说：“闺女啊，我就知道他脾气不好，让你凑合着过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他当着我们都这样。”闺女，你这日子咋过的？我妈含着泪说：“你要是想不过了，我也不阻拦你了。”我一个快70岁的妈，以前都是劝我们凑合着过吧。现在她都让我妈都心凉了。所以你就想离了是吧？没有，还有更过分的事。怎么了？我说怕我妈生气，我跟她回家了嘛。回家今年4月份，她喝酒。有一回又喝多了，找茬跟我生气，跟我要钱，说父母又生病了，拿钱去上医院，找我要钱。我说我哪有钱呢？你挣的钱都不交给我，还找我要钱，我也没攒下钱。他到处乱翻，我就不让他翻嘛，吵急了，也是喝多了，他动手打我。你们结婚20多年是第一次家暴吗？还是以前也打过？以前就骂孩子打孩子，这回还打我，然后邻居过来拉着嘛，他打我，邻居都说你还想不想再过下去了？这么打媳妇儿，有这么打媳妇儿的，快别打了！我哇哇哭，我3岁的小闺女在旁边吓得也哇哇哭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抱着孩子回娘家了，住2个多月了。我妈说你爱过不过吧，我也不管你了，也不让你凑合了。所以你今天来了是吧？求他回家。别把那个男人臭面子放下来，把那他还想过不？还想过不？想。错没错？那打人对不对？打人是不对，那他也不是道歉，他也不都我道歉。那我在家都给他倒过来，你们这没看见呢？倒。对不起啊！啥就对不起？这啥意思？这个，你至少应该走到面前，踏踏实实鞠一躬说对不起，去去啊！先把那个男人那臭面子先卸下来再说。重来，别哭了。那个，你说，对不起啊！回去委屈坏了啊！给你鞠躬，你都不行了是吗？你看，过去20多年，磕头都不想磕头都不行，你这还想生个儿子？真的吗？那如果有可能的话，生一个也无所谓。你养活得了吗？你挣钱养活我们娘仨都养活不起了，你还想生？你想生找别人生去吗？是我听着你是说话咋跟我们老丈人那口气似的？问我养活了不会哪个没把孩子都拉扯大呀呢？你拉扯的？那都是2口子拉扯的呗。你拉扯过没有？拉扯过呀。他拉扯过没？都17、18了，还想哪着打，想骂就骂呢。那孩子不听说，那可不都得打？孩子都不想回家了，都上大学2年都没回家了，回来一回回来3天，在外边打工挣钱，说以后嫁也嫁远喽，都不想回家了。你还不错呢，跟你咋过呀？行了，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20多年的恩恩怨怨，加上一些传统的陋习和一些理念，导致了这么一段婚姻现状，或者说情感现状，应该怎么解决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就说生男生女这个事儿哈，
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所有生了儿子的和生了姑娘的，咱们20年之后看，你就知道谁幸福谁操心。其实有很多时候，你和你的妈妈，就你的家庭，可能对于生男生女这个是有一个心结。他之所以后面不去公公婆婆家露面，不做一个儿媳妇应该做的事儿，就是因为这3个女儿生下来之后，你们的态度让他心凉了，死心了。就是凡事是有因才有果的。然后至于孝顺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我不光跟您说啊，也跟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，我们经常会填一个表格，表格里面会有2个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。在你未成年的时候，你的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、亲兄弟姐妹，这是家庭成员。社会关系是什么？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这是社会关系。当你成年结婚了之后，你的家庭成员是妻子、孩子，而你的父母变成了社会关系。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孝顺父母不对，孝顺父母这是中国人的第1大美德，尊老爱幼。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先顾好自己的小家庭，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吃饱穿暖的情况下，我们一起去孝顺父母。不能说我妻子媳妇儿我扔了不管，我一门心思就管我自己的爸妈。大哥，你明白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吗？这明白，但是那不可能说那父母有病了你就不管了，是那不叫别人笑话。没错，所以我说我不是说不管父母，管父母的前提条件是让自己的妻子吃饱穿暖，让自己的女儿能起码愿意回到这个家。你想想，你女儿以后嫁了人，要都碰上你这样的，你是什么感受啊？你7老8十了，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姑娘带女婿回来了，然后女婿当着你的面指着自己的姑娘鼻子就骂，你作何感想？他无所谓，姑娘你看她绝对无所谓，是吧？是无所谓吧？你真的无所谓吗？无所谓，那所以啊，所以不会是什么？那咋还无所谓？有所谓吗？有所谓呀！哦，有所谓就好。所以呀，你说人家爸妈有所谓吗？那他爸他妈在他兄弟那年轻那着，给他们兄弟哄孩子，照顾他兄弟了。那年纪不会动了，上家了这都叫我们伺候了。对，想明白没有？是不是女儿更实惠？那边儿子用了10多年了，父母用完了扔回来了，谁接手的？闺女儿。所以说嘛，以后幸福不幸福，您再过几年就能看得到了。但是啊，我提醒您，如果您要是一直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女儿的话，那就是您生10个女儿，估计都享受不了这幸福。然后大姐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呀你真的有能力、有这个信心的话，不要让另外2个女儿也不想回家。就坚持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才，让他们明白，女人不是附属品，女人不是说只有生了儿子才抬得起头，是吧？好，谢谢。首先，大姐，我觉得您绝对是一个女强人，能够自己独立带3个女儿，而且还能生活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抛开她啊，大女儿已经能够上是大专是吧？不错。2女儿多大了？今年高考。现在啊，把你的精力不要放在她身上，放在2女儿身上，让她一定要考上大学，而且3女儿一定也要上好高中、上大学，让你的3朵金花在你们村里头绽放，让所有村里人都羡慕你，是，都我是鄙夷她。这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，好吗？至于你们俩离婚与否啊，听你的。如果你觉得他在就是一个累赘，他既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什么贡献，还破坏这家庭的感情的话，抛弃他，
让他后悔去。到时候看看是谁来求你复合。咱这次一定要把腰杆给竖直了，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骨气来。你非常棒，这位大哥啊，我跟你说两句哈。你知道现在多少人想要女儿吗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我俩儿子，我们一直想要女儿，就要不了啊。你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可别气他了，他说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。今后心疼自己的父母能够贴心人，那是什么人？那是女儿干的。而且，你这么对你的女儿，你现在是马上就连女儿基本上失去了大女儿了吧？人家不要回家了，二女儿即将人家也要上大学了，三女儿也茁壮成长了，连老婆都守不住，你就是一个光棍了吗？你想吗？身边有着这么3个女儿，宝贝女儿，一个这么能干的老婆，你不守着，你真够傻的。你还亲手把他们推出去，打骂。我提醒你看一个片子，一个电影，这几天特别火，叫《摔跤吧，爸爸》。说的是一个摔跤冠军，就想生儿子，让自己儿子今后也能圆他那个梦，成为世界的摔跤冠军。结果呢，生了3女儿，开始是很失望的，但无意当中呢，发现邻居的小男孩被女儿给打了，哎，觉得女儿是苗子，最后2个女儿全都是世界冠军，很幸福。那种幸福比有儿子可能更幸福。你得告诉那电影是个真事儿改的。对，那是真事儿改编的真实的事情，你可以去看一看，很受感动，好吗？好，谢谢曲总啊。老刘啊，你要是把这3个女儿跟老婆都打走了，你老了有没有人给你送终啊？我没边都给他们打跑了啊？没边都打跑。不是，那么我你自己摸着良心问一问自己，你对这4个女人好不好？一般吧。一般？对。你还好意思说一般？好，一般她能哭成这样？难道你作为男人你就没有一点点心疼她吗？虽然说在村子里你抬不起头，我可以理解，但她作为你的女人，你没有一点点心疼吗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是心疼的话，也就是说你内心是复杂的。一方面你想要儿子，要不到，大家都看不起你，对吧？但另外一方面你又心疼自己的老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的话，你对女儿该疼的还得疼啊，但你疼了没有呢？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老刘，你们村里边那些生小子的那些孩子们，有多少个孝顺的，你自己也心里很清楚。你也到了43岁的年纪，如果只是为了要儿子而要儿子，为了让别人看得起，为了一个所谓的形式，弄到最后孤独终老，没有人围绕在你身边，没有人愿意看你，甚至你老得快要死了，你求着你的女儿回来看你一眼，你女儿才怜悯的回来瞧你一眼，你觉得那种日子活得惨不惨？那种日子和那种别人说你没儿子的人相比，你觉得哪种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？所以说我也不跟你讲大道理，该有的局限性的确有，可以理解，但咱们是个人，还是个男人，是不是该做的还是应该做？对。我觉得像这位大姐，一位农村妇女学会摄像，学会化妆，学会这些新鲜活儿，我觉得你很不容易。你真的离得开吗？但不管分得了和分不了，你和那3个女儿都永远不要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，不要跟这个家伙一样这么堕落，初中文化水平就不愿意读了。你们还得往前走，你们只有活得更加精彩，才能证明所有的人生男生女是一个样的。你也没什么好哭的，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有3个女儿跟你撑腰，你还怕什么呢？将来再找3个有本事的女婿，6个人加你一个7个，还治不了他？你不愿意闹得这样孤家寡人吧？那不乐意。那就好好对自己的女人，让自己的女人，让自己的孩子活得更加幸福。这样的男人才是让人佩服的男人，啊？对。不哭了，别皱个眉头，开开心心的，帮着
大闺女和爹弥合一下关系。我大闺女挺孝顺的，她说以后就是我们过不过的，照样孝顺她吧。这闺女嘛，你看，你考虑清楚啊，老刘。哎，面子给别人的，里子，啊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过20年了，我不懂得啥叫爱情，但是我要么着咱俩应该有感情。我想我这脾气以后一定改的比现在是好忒多了。看在仨闺女的面上，你原谅我。大闺女跟我说：“妈，不管你过还是不过，只要你健康快乐，我都支持你，你想咋咋着。”二闺女说：“我们同学有的父母离婚了，我觉得我们的同学特别可怜。”我老闺女一看见有结婚的，就说：“爸妈，我想让你俩结婚。”我好好再考虑考虑，我是给3个孩子活，还是给自个儿活？亮灯吧，啊，对，好好考虑考虑。请回，谢谢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结果吧，请开门。哎，我媳妇哪个进来？哪个进来？别走了。你脾气能真改呀？真改，冲仨闺女我也改，冲你我也改，酒我也戒了。往后咱们要我挺直了。叫他们有儿子的看看，没儿子的比他们有儿子的过得更好，啊！想明白了，别有气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过几年都该结婚了。闺女结婚的时候，我想让他们有一个怎么个意思啊？上来说，老刘出来。哦。哎，上来干啥呀？还得好好过，叫有儿子的看看我，没儿子的比他们过得更好。哦。受教育了，对，站中间，来，有请小花童。叔叔拿戒指。哎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观礼吧，看看这对20年的夫妻怎么浪漫的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行，亮灯吧。挺好，挺好。来，拿着吧。哎，来了这儿以后，回村就抬起头来了啊。来，跟你们村里人说2句吧。我来一回，我觉着今个心里都挺充实多了，活着挺有劲了。啊，有劲了啊。对，我想我生仨闺女比生儿子的将来应该幸福。啊，要有这信心。回吧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